Apple 刚刚结束了1年1度的开发者大会，公布了新版本的 iOS、iPadOS、macOS 系统，没有视觉上的重大变化。但是今年是一次很特别的发布会，因为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听到 Tim Cook 的 Good morning. Fuck this shit, I'm out. 而且 Tim 也带来了他的临别大礼，全新的 Apple Intelligence 形态 Siri AI， 它可能会彻底改变我们以后和苹果设备的交互方式。我怎么有很强的即视感？今年发布会和2024年苹果智能首次登场的发布会相比，唯一的区别就是当时公布的那些功能并没有做出来，所以我们看到的都是 PPT 演示，而今年重新发布的 Siri AI 都是直接在设备上现场演示的。为了凸显真实性，还放了很多非常逼真的意思是 Siri AI 智能助理这次真的要来了。但是和2024年一样，新的 Siri AI 还是和中国大陆用户没有任何关系。所以我熬夜看完了整个将近1个半小时的发布会，也挺后悔的。我也并不知道还有什么理由说服各位继续往下看，但为了能了解到万一早晚肯定跑不了在中国上线的中国版苹果智能，我们可以先看看苹果到底攒了什么新功能。这就是关于 iOS 27你所需要知道的一切。因为今年属于修修补补的一年， iOS 26引入了这么多变化， bug 还没修完呢。今年主要就是抓 bug， 优化易用性、性能和稳定性。首先，虽然暂时没有 Apple Intelligence， 但是作为补偿给了调休闹钟。现在闹钟在调休日也可以正常响起来了。然后是解决了液态玻璃重口难调的问题。有的人觉得玻璃很透很漂亮，但是有很多人觉得太透了，影响可读性。iOS 27引入了一个液态玻璃透明度的滑条，可以看自己的心情随便滑，并且为了 macOS 上的 icon 可读性，把工具栏背景加了回来，迷途知返。说实话，看起来苹果真的花了很大的功夫去优化 iOS 27的稳定性和性能表现，给了特别多数字。App 打开快30%，照片加载快70%， AirDrop 也更快，网速更快，文件复制更快，从 WiFi 切换到蜂窝数据更快，各种各样更快。而且进一步优化了 iOS 27在更老设备上的性能表现，也一路支持到 iPhone 11。说实话，是该优化了。更新到 iOS 26以后，好多人感觉自己的设备都明显变慢了。我甚至有朋友原本旧的 iPad Pro 用的好好的，不小心升级之后被倒逼换了新的 iPad Pro。哦对了，有一个我万没有想到苹果会增加的功能， AirPods 的自定义 EQ 功能，太好了，终于可以调整自己 AirPods 的中高低频了。差不多主要更新就是这些了，大部分都是很隐形的，现在 beta 还看不太出来。如果苹果真的完成了使命，那么用旧机的朋友应该会慢慢发现的。除了新系统，苹果还花了10几分钟介绍了全新的儿童和青少年安全功能，给家长更多的对孩子设备的控制，安装什么样的 app， 什么时间能用，以及跟谁聊天，确保孩子能在正确的年纪使用正确的 app， 而且也不会被坏人危害。我知道大部分看这个视频的观众不会觉得这个功能很有用，但是对广大的消费者来说，它真的有可能是会改变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的。总的来说，相比于危机四伏的液态玻璃，新 iOS 27看起来还是稳扎稳打的，即便是 beta 版也有不错的性能和稳定性。等正式版推出，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考虑尽早升级，毕竟闹钟这个升级还是挺实施的。然后就是这次发布会的核心，全新 Siri， 名叫 Siri AI。如果说之前的 Siri 只是一个零智能识别关键词的语音遥控器，那么新的 Siri 就是一个时刻存在、时刻等着被调用、有记忆而且会操作 App 的人工智能助手。全新 Siri 基于 Google Gemini 的技术和模型构建，现在直接呼唤 Siri 或者长按电源键， Siri 就会从灵动岛展开，有一个全新的动画，可以显示图片、天气、地点，还有邮件、备忘录之类的各种信息。话说，承担了这么重大功能的摄像头挖孔，苹果还想不想去掉？不会永远待在这里了吧？传统的 Siri 激活方式更适合一些简单的快问快答，你还可以在顶上这里往下滑，就能换出新的 Siri 询问输入框。在这里，你可以打字发消息给 Siri， 问一些稍微复杂一点的、更长一点的事情。这个时候 Siri 用起来就会更像一个普通的 AI chatbot， 就像 ChatGPT、豆包什么的。实际上，新 Siri 整个都有点像是苹果出的自己的 chatbot， 它甚至有自己的 Siri App， 里面一打开和 ChatGPT 一模一样，保存了所有的历史对话，还能发送
送图片和文件，也能显示更复杂的元素，比如表格什么的。在 macOS 上，搜索和提问直接取代了原本的 Spotlight， 直接在这里该问问，该搜搜。当然 ，Siri AI 可以做到第三方 Chatbot 做不到的事情，那就是看到你的手机屏幕，并且操作你的 App。作为一个系统级的 AI， 它可以不需要你一张张截图，而是可以直接看到你屏幕上显示的内容，并且直接帮你进行操作。而且 Siri 不仅拥有互联网上的信息，它还能直接接入你手机里 App 的信息。比如，你可以问 Siri 图上的地点在哪，还可以继续问我的好朋友张三住的离这个地方近吗？然后开始导航路线，途经张三家，去图里这个美丽景色。在演示里看着还挺神奇的。让我很意外的是，苹果在介绍自家 AI 功能的时候，还不忘拉踩一下那些大模型公司。Some appear to be racing forward, seemingly pursuing AI for the sake of AI, without clear regard for the people. 人家好歹 AI 已经上线了，你倒是走出 beta 版给我用一用啊！现在更新 iOS 27 beta 想用新 Siri 还得加入等候名单呢。有了新的云端大模型的帮助， iOS 的图片处理能力也有了很大的升级。首先是 iOS 的生图 App 图乐园，现在可以生成照片级写实的图片了，而且也有了更好的 AI 图片后处理，比如移出图片里不想要的东西，给图片扩大边框，甚至在3维空间里重新调整图片的构图。前面2个还是很有用的，但是重新构图效果是挺好的，但我觉得还是练练构图吧，构图是摄影唯一的乐趣了。大家注意啊，现在ISO 100，光圈11，现在开始排。再接下来是文本，也是万一登录国行我最期待的功能。我倒不是希望 Siri 来帮我改进写作或者调整语气什么的，我是很眼馋新上线的升级版听写。非常智能，自动添加标点符号和格式。如果大家用过一个叫做 Typeless 的软件，应该就会懂了，比打字快10000倍。但是 Typeless 免费版1周限制8000个词 ，Siri 听写如果是免费，那可就造福大众了。还有一个可能用的不多，但是苹果希望 AI 可以帮大家多用一用的 App Shortcuts， 苹果官方的快捷自动化，现在允许直接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 ，AI 帮你实现 Shortcut 功能，这应该算是一种青春版的 Vibe Coding。好，这就是今年开发者大会上苹果全家桶的所有重要软件更新了。除了大家一时半会儿用不上的 AI 功能，都是小修小补。虽然不怎么让人心潮澎湃，但是长期应该还是对大家有帮助的。以及就像视频一开头说的，今年的发布会挺特别的，这是 Tim Cook 在9月1日正式卸任之前最后一次以 CEO 的身份主持发布会了。不管你对他掌舵下的苹果所产出的产品有怎样的看法，他都是这个时代最厉害的 CEO 之一。仅以此曲表达我对 Tim 的想念吧。Now, back to Tim. Fuck this shit, I'm out.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 thanks. Don't mind me. I'ma just grab my stuff and leave. Excuse me, please. Fuck this shit, I'm out. Nope. Fuck this shit, I'm out. Alright then. I don't know what the fuck just happened, but I don't really care. I'ma get the fuck up out of here. Shit, I'm out.